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共同解读一项前沿成果。腾讯联合多所高校推出了生成式 AI 游戏引擎 SCOPE， 这是专为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打造的跨场景且可交互的像素级世界模型。它成功攻克了高频动态场景的实时交互难题，让生成式 AI 迈向通用游戏引擎。这种可交互性源于游戏生成范式的转变。过去 AI 只能根据静态提示词生成单向预渲染的线性视频，而现在交互式沙盒能接收高频玩家指令，形成实时的非线性反馈。系统直接根据玩家的动作输入，实时渲染出符合物理规律的连贯画面。这证明生成式 AI 正在成为通用的游戏引擎。然而，模拟高动态的射击游戏面临致命瓶颈。现有世界模型普遍采用全局注入机制，它在低频的沙盒漫游中运行良好，但在高频的射击场景下极易过载。当玩家以超过每秒180度的速度旋转视角，同时进行开火和移动时，局部指令会错误地扰动全局像素，导致连续画面严重撕裂，控制失效。要解决画面撕裂，必须利用动作的空间选择性，并非所有动作都会影响整个画面。模型将画面解耦为两个独立区域，首先是 in-scope 局域动态，开火、换弹等离散事件只影响武器周围；其次是 out-of-scope 局外环境，视角旋转与移动等连续信号只驱动背景平滑过渡。这种空间解耦为完美模拟提供了可能。基于空间解耦思路 ，SCOPE 模型正式登场。它具备3大核心特征：第一是像素级解耦，彻底抛弃了全局注入，实现局部动作与全局运动的完美分离；第二是无界跨端，无需重新训练即可在未知环境零样本运行；第三是全自由度，支持10个自由度的手柄级复杂高频微操，这奠定了其作为交互式引擎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些特征， SCOPE 采用了双通道架构。它将模块嵌入预训练的视频扩散模型 DIT 中，其中连续输入通道处理遥感信号，驱动背景平滑推演；离散输入通道处理按键信号，触发局部物理特效。两条路径通过自适应层与交叉注意力机制，最终在 DIT 块中汇合，协同渲染画面。那么，瞬间的离散动作是如何精确定位的？这主要依赖视觉查询交叉注意力机制。计算时，画面像素作为查询向量，主动去检索动作指令。这样一来，开火和换弹等动态特效就会被严格限制在武器交互的局域空间内，确保产生逼真特效的同时，不破坏背景的稳定性。视角快速旋转时，背景又该如何保持稳定？连续通道引入了时序自注意力机制，它能主动屏蔽开火等局部特效的视觉干扰，专门处理相机和视角的连续物理运动。这确保了即便处于高速转身状态，局外环境也依然连贯稳定。更惊艳的是，这种解耦不需要任何人工标注，它完全不需要图像分割掩码。在运行时，特征被重塑为像素级时间序列，每个空间位置根据局部视觉内容自主决定去响应局部事件，或者是响应全局移动。在从零初始化的端到端训练中，这种强大的解耦能力完全是自然涌现出来的。攻克这种局限，首先要打破数据困境。现有的 Oasis 和 DOOM 模拟器都仅仅针对单一游戏进行训练，他们只是记住了特定游戏的贴图与逻辑，并没有学会真正的视觉与动作泛化规律，比如向右瞄准时画面该向左流动，或者开火时产生枪口火焰。这些跨游戏的通用物理常识在过去并未被有效提取，为此，研究团队推出了 CrossFPS 数据集。作为首个多游戏动作遥测数据集，它涵盖了7款不同风格的经典大作，包含69000段精心清洗的视频片段。其关键在于实现了帧级动作对齐，让每一帧都与物理控制器指令绝对同步。这迫使模型去学习底层的物理映射，而不是只记住某一款游戏的特定风格。依靠这些对齐数据， SCOPE 完美掌控了10个自由度的动作空间。这具体分为2个部分，首先是连续的4个自由度，由手柄摇杆驱动角色的前后左右移动，以及视角的上下左右旋转；其次是离散的6个自由度，涵盖了开火、瞄准、换弹，以及跳跃、切枪和近战。这10个自由度的组合几乎覆盖了玩家在射击游戏中的全部物理操作。在控制链路搭建好后，其进化过程便正式开启。
基座采用了预训练的视频扩散模型 WAN 2.2。系统最独特的进化逻辑在于零初始化，开始时所有新增输出投影层都被设为0，这实现了无损起步。最初它等同于普通视频生成器，随后主干网络与动作通道在端到端训练中共同适应。这不仅让训练极致稳定，更帮助模型自发地习得跨游戏底层物理常识。这种协同进化带来了多维性能指标的全面压制，在视觉质量上，它的 JEPA 达到了 0.806， 提升了 31%， 而代表视觉失真的 FVD 降到了 690.3， 误差减少 28%。同时，高达 18.24 的光流准确度能精准反映高频动作引起的画面物理偏移，空间稳定性指标更是达到了 0.198， 领先同类竞品12倍以上，证明了完美的解耦能力。最终，它在8项核心指标中取得了7项最优。相比同类竞品 ，SCOPE 实现了核心范式的颠覆。其他竞品依然采用全局注入，而本方案实现了创新的像素级空间解耦。在动作空间上，传统模型局限于键盘或低维控制，而它支持10自由度高频混合输入。最关键的在泛化能力上，以往模型需要巨量数据，本方案仅靠69000的极小数据集就具备了零样本泛化能力。唯一的特例是运动平滑度这一项指标，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传统模型的动作抑制陷阱。像 Matrix Game 等模型为了画面不崩溃，直接压制了高频动作响应，这是一种假性平滑。而 SCOPE 破解了这一悖论，在高频旋转视角时，它不仅能保持背景平滑过渡，还能做到武器互动的零延迟实时渲染，枪口火光细节清晰可见。团队通过消融实验验证了各模块的价值，移除空间选择性后，动作指令严重干扰全局，画面会直接全屏撕裂。要是把基于交叉注意力的离散通道去掉，开火等局部交互特效就会彻底丢失。而如果移除基于时序自注意力的连续通道，背景将失去物理惯性，运动极度扭曲。只有采用完整的 SCOPE 模型，才能兼顾精准的局域响应与平稳的局外推演。这套架构在未知场景中迎来了终极试炼，它展现出了惊人的零样本泛化能力。在全新且从未见过的复杂场景中， SCOPE 不需要进行任何微调或重新训练。实时遥测显示，它能完美执行多重组合操作，例如一边快速移动，一边射击，或是跳跃开火。这证明模型不仅仅死记了贴图，而是深刻理解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底层物理规律。这种对物理因果的理解还能跨越不同的美术画风。模型已经掌握了开火后坐力与火光的通用逻辑。在多风格渲染测试中，无论是扁平的二次元赛璐璐风格，还是高真实度 3A 级暗黑写实场景，它都能完美自适应。动作反馈的几何变换与光影渲染，全能与当前环境的视觉属性完美契合。这证明它学到的是通用的底层物理常识。更重要的是，该架构显现出强大的缩放定律。虽然目前它仅用了69000的极小数据集，但折线图表明其性能还在持续上升。随着数据量与游戏多样性的增加，从光环、使命召唤到赛博朋克，模型的动作响应度与画面稳定性呈现出严格的单调递增。最关键的是，目前该曲线完全没有饱和迹象，证明其拥有极高的性能天花板。不过，任何前沿探索都存在其技术边界。目前 SCOPE 还面临3大核心局限：第一是长程状态保持，跨越长周期的复杂状态维持仍是巨大挑战；第二是多步骤的复杂机制，涉及精细物体操控或是背包物品使用等深度几何逻辑；第三是外观与几何处理失衡，目前对火光、烟雾等光影级处理明显优于对复杂几何结构改变的模拟。这些边界也指明了未来的优化方向。总的来说， SCOPE 带来了范式级别的变革。它用像素级空间解耦探索出了模拟高频复合输入的终极路径。该方案凭借自驱动的视觉条件化，彻底摆脱了对单机游戏过拟合以及人工标注的强依赖。虽然目前在长程记忆等领域仍有边界，但它的下一步关注点非常明确，那就是跨越当前的射击游戏沙盒，向具备长程一致性的第一人称通用交互式世界模型迈进，探索全能虚拟世界的基石，以准备就绪。